如果说秦始皇完成了天下一统，那么真正把战国推向结局的人，不是他，而是他的曾祖父秦昭襄王。在他在位的56年里，秦国完成了从西方强国转变为无可撼动霸权的关键一步。长平40，万人头落地，一阙血流成河，周天子名存实亡，六国从此再无翻身之力。但这一切并不是一开始就注定的。年秦昭襄王名嬴稷，他出生时，没有人认为他将来会成为秦王，因为他的童年是在敌国度过的。当时秦国与其魏赵角力不断，为了换取政治安全，秦国将王子送往他国作为人质，嬴稷就被送到了燕国。在人质的岁月里，他没有军权，没有封地，甚至没有尊严。他看到的是诸侯国对秦的畏惧与仇恨，也亲眼见证了弱国被吞噬的下场。这段经历深深刻进他的性格里，不信任任何人，也不允许秦国再有半点软弱。公元前306年，秦武王暴毙，没有留下继承人，秦国陷入权力真空。就在此时，一个关键人物登场，宣太后嬴稷的母亲。她联合魏冉、芈戎等外戚势力，发动政变，迎回仍在燕国的人质王子。年仅19岁的嬴稷就这样被推上王位，但他很清楚，王位是借来的，不是给的，真正掌权的是宣太后与外戚集团。于是秦昭襄王选择了一条极其耐心的道路，隐忍。在位前20多年，秦昭襄王几乎不亲政，军权在魏冉手中，政务由太后裁决。但他并没有急于夺权，他做了3件事：一、全力支持军事扩张；二、培养自己的军政班底；三、观察每一位将领的极限。在这个阶段，秦国完成了对韩魏的多次重大打击，其中最关键的一战——伊阙之战。公元前293年，秦军对韩魏联军发动进攻，主将白起。秦军以极高的机动性切断联军退路，分割包围。战后结果震撼六国，斩首24万。这不是胜利，这是示范。秦昭襄王第一次确认了一件事：只要战争够残酷，恐惧会替秦国工作。从此之后，白起成为秦国最可怕的武器。在聊秦昭襄王之前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白起这位将军。白起的一生，从无名军官到人屠的极限战征击期，战国中后期，天下早已不是靠血统与名义决定归属，这是一个用战果说话的时代。诸侯不再问谁正统，只问谁能赢到最后。秦国正在这样的逻辑下快速成长，而白起正是这套逻辑中最极端、最冷酷也最有效的一枚棋子。关于白起的出身，史书几乎没有记载，没有显赫家世，没有少年成名的传说，甚至连出生年份都模糊不清。这种空白在战国明疆中极为罕见。唯一能确定的是，白起不是贵族，而是从军功体系中一站一站爬上来的人。秦国的军功爵制只认战果，不问出身。白起
正是这个制度下最纯粹的产物。公元前293年，伊阙之战，秦国对手是韩魏联军，人数占优，地形有利，正面交战，秦军并不讨好。白起的选择只有一个字：分。他不正面决战，而是精准切割战场，先集中兵力，迅速击溃韩军主力，再回头合围魏军。结果斩首24万。这一战让白起正式站上战国舞台中央，不是因为他勇猛，而是因为他对战争毫无情绪。白起的作战思想与传统名将截然不同。第一，不求英雄对决，只求系统性歼灭。他不追求阵前决胜，而是追求敌国长期无力再战。第二，不打消耗战，只打毁灭战，不给敌人喘息空间，每一战都要让对方付出结构性崩溃的代价。第三，士兵不是人，是资源。敌军如此，秦军亦然，这也是后世称他为人屠的根本原因。公元前260年，长平之战，对手赵国，主帅廉颇，后备换位赵括，战场长平。白起没有急住进攻，他先耗光赵国的国力，粮草与心理防线，在于关键时刻完成合围。赵军投降后，真正的决定才出现。白起下令坑杀40余万赵军俘虏，不是一时残忍，而是他冷静计算后的结果。若放归，赵国仍有再战之力；若留下，秦国后勤难以承受。唯有全灭，才能彻底摧毁赵国军事根基。从这一刻起，白起赢得了战争，也永远失去了被理解的可能。长平之战后，白起威望达到顶峰，但在君王眼中，这样的将领不再只是功臣，而是潜在威胁。他太成功了，成功到秦国上下都明白，若没有白起，秦军并非不可战胜。白起也逐渐与秦昭襄王范雎产生裂痕。他拒绝不成熟的战争，拒绝政治需求下的冒进，而这正是君王最不需要的理性。公元前257年，白起被迫自己于杜游，没有战败，没有叛乱，只有一句评语：白起有大功，但不可留。这是战国政治最残酷的真相。战争可以没有道德，但权力不能没有控制。后世对白起的评价始终分裂。军事史上，中国史上最成功的歼灭战专家，道德层面最冷血、最极端的战争执行者。但有一件事无可否认，若没有白起，秦国不可能这么快迈向统一。他不是帝王，不是改革者，而是把战国推向终局的那个人。聊完白起将军，我们接下来再回头来聊聊秦昭襄王的故事。随着军功越来越集中，秦昭襄王开始收网，他一步一步削弱外戚权力，最终在魏中后期全面亲政。宣太后退居幕后，魏冉被逐出权力核心。秦国第一次真正由国君直接掌控战争机器，而接下来他要做一件彻底改变历史的事。公元前260年，秦昭厥战于长平。秦昭襄王深知这不是一场普通战争，他做出3个残酷决策：一、撤换赵国明、姜廉颇，诱敌深入；二、秘密启用白起接管全军；三、不计代价彻底歼灭赵军。战争持续3年，最终赵军40万投降，然后白起下令全部坑杀40万人，一个不留。这一天起，赵国
国力断裂，六国心里防线崩溃，战国其实已经结束。但秦昭襄王也在这里犯下最沉重的错误，他因政治猜忌逼死白起，不是因为无能，而是因为功高震主。这一刻，他终于成为那个他年轻时最害怕的人。秦昭襄王在位56年，他没有称皇，没有统一天下，但秦国的军事优势来自他，六国的恐惧来自他，秦始皇的起跑线来自他。他不是终结者，而是把世界逼到只剩一条路的人。当天下只剩一个答案时，统一只是时间问题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聊到这里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